嗨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甜，接下来会开辟国产剧公司的盘点。第一弹我就先写唐人了，笑死！感觉现在唐人每出一部剧，我都可以写为什么唐人越混越差这个专题了。前段时间播出的玲珑表现平平，12坛更是雷倒了一群人，我真的是大受震撼。这真的是唐人的水平吗？这鱼尾的特效我笑了，这还不如人家3年动画做出来的效果。这真的是唐人吗？那个做出过无心法师的唐人吗？唐人曾经是辉煌过的，那可是前和周易分庭抗礼，后和虾头相爱相杀。然而现在提到影视公司，差无此人，感觉如果再这样颓废下去，都快和周易一起手拉手肩并肩成为时代的眼泪了。今天蛙妹就讲讲为什么唐人越混越差了。唐人影视的运营模式是自制内容加艺人经纪，唐人公司是蔡农和李国立一起合开的，一个负责制片选角找故事，一个负责做内容拍电视剧。唐人以前是我们的童年回忆，绝代双骄、天地传说之虞美人、天地传说之宝莲灯、天下无双、杨门女将、少年杨家将、天外飞仙、聊斋系列、仙剑系列之后，怪侠一枝梅、步步惊心达到了巅峰。以前唐人剧给你的印象就是帅哥美女如云，不得不说唐人挺会找人的。我说一下我比较喜欢的2位，孙俪一脸灵气，既可以演温婉小姐，也可以演活泼可爱的鲤鱼精。张子瑶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演唐人剧《天地传说虞美人》，她演的是逗逼唐本刚，最后一集加了2条须须，正经起来，颜值瞬间解封。更别说杨门女将里一身正气的杨宗保，她和宁静的搭配，当年磕死我啦！很少看到宁静这么娇羞，这么甜啊！帅哥美女那么多，因为蔡农是个颜狗。当年还没有国偶的概念，但是蔡农他发现了年轻偶像的市场，大胆启用新人。筹备《仙剑》选角的时候，当年选角也和现在一样，刚开始选角思路都是先选最火的，讨论什么谢霆锋啦、林心如啦、张卫健。但是蔡农觉得不行，他想要清新的感觉，16、17岁的角色就应该这个年龄段的人来演嘛。于是他大胆启用了新人，20出头的胡歌、彭于晏、安以轩，17岁的刘亦菲，16岁的刘品言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，平均年龄不过20岁。以前唐人还蛮潮的，仙剑系列、步步惊心都是有参考网友的意见。仙3很多网友呼吁杨幂演雪见，当时杨幂在拍《新红楼梦》，蔡农去荣幸达见人，本来唐嫣要演雪见的，现在看来是个无比明智的决定。要是唐嫣演雪见，恐怕她要痛失紫萱这一唯一巅峰的角色了吧。确实，剧版雪见这种叽叽喳喳的角色，唐嫣来演恐怕会更加的聒噪。唐人剧还有一个特点，悲剧，10个就悲，还衍生出了胡歌的客气梗。仙一死了老婆，独自一人带孩子；轩辕剑死了老婆，独自一人带孩子；天外飞仙老婆没死，还是独自一人带孩子；仙3死了妹妹，死了朋友，自己也快死了。是的，唐人剧的结局一般唯美、含蓄、悲伤。心有欢快沙雕骗你进来杀，最后大结局虐死你。再配合上 BGM， 欢瑞被称为服装厂，唐人被戏称为音乐公司，本来结局已经够惨的了， BGM 为这些剧增加了更加浓厚的悲剧色彩。天地传说之虞美人，早年的替身白月光梗，穷书生子由和宰相之女牡丹相爱，结果富家小姐去世，活泼善良的鲤鱼精不忍心附身在白月光身上与子由谈恋爱，结果鲤鱼精爱上了爱的卑微，发现真相后的书生不承认自己爱上了妖怪，鲤鱼精被伤透了心。书生意识到自己爱上的时候，但此时鲤鱼精变成人失忆了，书生追悔莫及，拼命挽回。哇哦，这不就是追妻火葬场吗？2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，没过几天好日子，男女主被反派当场打死，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震撼。这首恨爱交加经常被误认为是仙剑的 BGM。 杨门女将的主题曲《女儿当自强》奠定了整部剧大气悲凉的基调。杨宗保宁死不跪，最后战死。天外飞仙，天上的仙女小七和人间的同源相爱，仙房相恋，天地不容。小七被迫回到了天上，地瓜抱着小地瓜，每天晚上他都会点灯给小七照亮回家的路。小七看呀看，某一天灯
灯再也没有亮过，再也没有人为小七点灯了。无心法师没有心的法师遇上了朴实的姑娘，无心抱着快死去的月牙，月牙感叹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太短，别说仙剑系列的结局了。你看，好的 BGM 会刻入观众的 DNA， 听到的时候会想起经典的场景。其实现在很多不错的偶像剧都缺少一首出圈的 BGM。以前唐人拍虐戏是真的虐，现在很多那种看预告片你期待了很久，但是正片一出，你瞬间萎了。李牧哥说的就是你。另外 BGM 好听，乱用也不行哦。李牧哥说的还是你，你看看人家。仙剑系列的 BGM， 仙一的杀破狼莫失莫忘，仙剑3的生生世世爱偏爱，都是以前班上必放的歌曲。唐人的大部分 BGM 都来自一位著名的大神麦正红，他和唐人合作简直就是珠联璧合，拍得好 BGM 也插得好。龙葵以生计借这段聊斋的片头曲给整部剧奠定了阴森恐怖的气息。有一个单元故事画皮，渣男前后害死了2个老婆，美滋滋的娶了公主，结果一阵妖风吹过，门一关，没一会就发出了惨叫声。但是有一段我印象最深刻，幻娘的父亲陷害他的爱人，幻娘决定卖身青楼为爱人还债，但是他还是躲闪害怕，犹犹豫豫的他被老鸨推到了一个猥琐的老男人的面前，门一关灯一灭，麦正红经典的 BGM 响起，幻娘的结局不言而喻。步步惊心的虐戏也拍得很好，配乐也好，一个现代女子穿越到九子夺嫡时期，知道结局的她却依旧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。最后若曦油尽灯枯，手里的木兰花掉落，二胡响起。这样看下来，早年的唐人剧火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首先，大胆请用新人，不选最火的，选最合适的，颜值还贼高。无心法师也是同样的成功模式，还成功挖掘了韩东君、陈瑶、金晨，请合适的新人，那这样就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了惊艳的小纸人。其次 ，BGM 回忆杀，传播度广。最后题材也新颖，当时菜农就有 IP 改编的意识了，剧本还不错，有高远的格局和浓厚的悲剧色彩，也能捧人。胡歌一炮而红，霍建华打开了内地市场，唐嫣、刘诗诗、杨幂成为了8、5花，代表作上都有《仙剑3》。这样看，唐人以前的剧是很行的呀，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行的呢？步步惊心之后，唐人开始再次尝试现代题材，刷新3+7旋风11人，重返20岁，原来你还在这里。其实这些剧的质量也不差，但是表现都平平。另外，自己的老本行古装也不行了，从轩辕剑之天之痕开始就不行了。这部当时收视不错，但是作为仙侠改编剧，口碑和影响度远远不如仙一仙3。大漠谣改名为风中起源，因历史问题卡了2年，改名配音过审。步步惊情、步步惊心的续集本来是回到现代的若曦和现世的四爷再续前缘。哦 bullshit， 贴吧里随便一篇续写都能秒杀他。再加上当时竟穿越，剧情被删改的乱七八糟。无心法师唐人暂时的回光返照。秦时明月又糊又难看，女一闵妃传放现在估计会被历史粉执法。云之凡又糊又难看，青丘狐传说又糊又难看，贵州美人又糊又难看，无心法师2和3完全比不上前作。玲珑不太难看，但糊。12坛又糊又难看。另外，唐人还有一部压箱底的剧，2017年的《梦幻西游》，龚俊和陈瑶主演，但是看10分钟的片花，目测还是又糊又难看。除了给俊哲宇宙增加卡头，给瑶妹增加剪辑素材以外，我想不出他有其他的什么优点了。《三国机密》算是唐人的转型，翻拍自马伯庸的小说，尝试拍正剧了，但是在军师联盟之后播出，被完全的秒杀，效果一般般。为什么唐人剧不行了？是自制内容的不行了。首先是故事的落伍，价值观的不与时俱进。以前的唐人剧可不是单纯讲情情爱爱的古偶剧啊，讲的都是化小爱为大爱，家国大义，格局很大。另外，唐人的女性角色的塑造也是不俗的呀。结果现在呢，改编自尼罗小说的民国玄幻剧《12坛》被同平台播出的4坛秒杀。转题材不可怕，谁难看谁尴尬。同样是美女，同样都是气泡秀，同样都是妖怪，和杀伐果断的司藤小姐一对比，哇，这个千年傻白甜简直是毫无魅力，还恋爱脑哇！这种角色放现在是非常不受欢迎的，再加上娜扎的表演更是雪上加霜，还不如同个妈的无心法师。
踏实过日子的月牙。棉裤女神在暗黑巨型萝莉月绮罗的面前也不逊色。2005年到2007年的《聊斋》系列，特别是《聊斋奇女子》，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不仅仅是坏人的阻隔，有的是三观的不契合，有的是男人的懦弱和无情，女子们冲破封建的束缚追求爱情，而且故事的结尾也没有一定要男女主在一起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侠女，她有锄奸扶恶的理想，但是爱上了书生还发生了关系，怀孕了啊！面对这个不怎么爱自己还有白月光的渣男，侠女斩断情丝，生下了孩子留给男人，最后一人一剑闪闪追求理想了。这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其实男女主在一起也并不是美满的结局，爱情婚姻也并不是女子唯一的归宿。结果同样是脱胎自聊斋故事，2016年的青丘湖传说的水平立刻就下来了。第一个单元宣传打着贤妻夫妇的第三世，本来是看头十足，结果两个好好的美女不搞百合，反而还抢一个渣男，再见。其他几个单元都比较扁平化，都是坏人猜上男女主。还有一个单元胡四其实是双男主，奈何两人实在是没有什么 CP 感，再加上因为不可抗力各种乱七八糟的删减。比较受欢迎的是恒娘，由墨宝飞宝叨叨，这也是古力娜扎少数比较好的角色，但是除了甜啥也没有了。是的，唐人剧之后的故事整体都低幼化，步步惊心的女主马尔泰若曦，一个现代女性穿越到清朝，在皇宫里过的是谨小慎微，步步惊心。紫禁城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，结果梦回这边，哇，阿哥们可以随意调戏秀女，大拉拉的约会，哇，这种不靠谱的情节多了，观众怎么对你们后面的悲剧共情啊？唐人自制剧的变差也跟制作团队的流失有关。唐人御用音乐人麦振宏在《仙剑》之后较少和唐人合作，停在了《秦时明月》，之后和欢瑞、此文均有合作。最新动向是为浩一行谱曲。服装造型设计方面，负责过《仙剑》系列的宋小刀、陈顾芳之后很少和唐人合作了，也是和于妈妈、欢瑞合作。导演李国立，他执导的古偶剧基本质量不会太差，但是年纪大了，微博停在了2016年。最新执导的是梦回，让人大跌眼镜，怀疑他只是个挂名。艺人经济方面，旧的走了，新的顶不上来。刘诗诗袁弘约满和唐人和平分手，胡歌转型了，现在不适合，应该也无意愿演偶像剧了。娜扎和胡冰卿扶不起来的阿斗算了。韩东君和陈瑶继无心法师之后资源太差，林更新、蒋劲夫、金城因资源分配问题跟唐人解约闹得难堪。新人林一和李兰迪接外戏比较多，演自家的剧大写的不适合。而且以前是唐人剧捧人，但是现在质量不行了，也捧不了人了，留不住人也是正常的。以前唐人还能吹一下帅哥美女神仙选角，现在就是颜值的降级和选角的不贴脸。秦时明月垃圾选角，滚！云之凡好好的韩东君郑元畅变成了杀马特，一个江南温婉大小姐让娜扎来演，为何？梦回大清就别说了，丑男，以及兰迪妹妹的乌龟 cos， 玲珑林一弟弟你真的不适合古装，赵今麦妹妹的状态也不稳定。12坛是姐弟恋，明明是最近的潮流，结果刘以豪和娜扎完全没有姐弟感，而且男主的设定是那种绝世大帅哥，就这，而且这冷面霸道总裁演的，这段是男主伤心女主误会他，这个宛如原地踏步的大跨腿，笑数。刘畅一个在其他剧里的大帅哥，在这部剧里丑的让我心碎。唐人的危机蔡依农是知道的，去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2011年是一个节点，唐人那个时候没有接受融资，错过了最好的扩张时机，再加上之后蔡依农忙于运营公司，没有对作品质量严格把控，并且他感慨资本介入影视行业之后被抢资源、被抢人才是常有的事。蔡依农在2020年开始痛定思痛，建了个群，打算重新开始搞内容创作。我瞄了一下，唐人还有一部剧《完美伴侣》现代剧，主演高圆圆、张鲁一、王友庆、王真儿，讲婚姻两性关系。除了这部以外就没有新的项目了。唐人之后能靠这部现代剧转型成功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怎么说呢，我们算是从小看唐人剧长大的，能看出唐人曾经是用心做剧的良心公司。希望这家伴随着我们长大的老牌影视公司之后能够转型成功，努力再出好作品吧。好了，今天完美就讲到这里，公司系列完美也会继续做下去的。所以下一个选题，你们是想看骚操作不断的欢瑞呢，还是已经凉了的于妈妈她的马男郎马女郎呢，还是另一个童年回忆周易呢？点赞破5万，完美就继续做哦。所以不要忘记推荐、收藏、点赞、关注、支持完美哦，完美在这里等你哦。